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之前介绍完《神隐少女》中的配乐《胡塔塔比》之后，好多观众朋友都纷纷表示希望能听到更多宫崎骏的音乐，所以这一次在与制作团队讨论后，我们决定把频道名称改成陈老师宫崎骏吉他，并在新的一年继续为大家提供优质的音乐影片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来聊聊《借物少女艾莉缇》中的主题曲《艾莉缇之歌》。《借物少女艾莉缇》由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于2010年推出，是动画师米林宏昌执导的首部电影，并由宫崎骏负责全片企划及剧本编写。在40多年前，宫崎骏阅读了英国小说家玛丽·诺顿的奇幻小说《地板下的小矮人》，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，并决定在日后将小说中的故事改编为动画作品。额外补充一下，这部奇幻小说不仅被多次改编为真人电影，更在1952年获得卡内基儿童文学奖。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看哦。在动画中，女主角艾莉缇是一位身高仅有10公分的小矮人族少女。为了存活，小矮人族必须向人类偷偷借取各种生活用品，不能被人类发现。然而，艾莉缇却在一次的借物行动中，不慎被身为人类的男主角看见，因而有了后续一段感人至深的剧情发展。还好之后，艾莉缇跟哆啦 A 梦借了隐形斗篷，不再被人类发现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用小矮人的视角来看一切事物，真的非常新奇。对我们来说，小小的一颗方糖，到了小矮人族手中，可能可以做出好多杯连蚂蚁都觉得太甜的含糖饮料。而一片叶子的大小，更是跟小矮人一样高。只要多收集几片，相信要用叶子盖出一栋101都不是太大的问题。看着动画就让我觉得，如果能够变成小矮人族，好像不错。到时候我只要带着一把吉他跟一台电脑，躲在人类的零食箱里面，应该就可以过着衣食无缺的快乐剪片生活了。提到吉卜力工作室及宫崎骏，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作曲家一定是久石让。由于之前在赏析《神隐少女》时已经详细介绍过久石让，原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不用再介绍作曲者，能够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剪更多的影片及练更多的琴。后来我发现作曲者另有其人，于是非常高兴的决定要介绍更多的音乐家让大家认识。《艾莉缇之歌》的作曲者是法国歌手 Cécile Colbert， 他同时也是一位竖琴演奏家。其创作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凯尔特民族音乐风格。他非常喜欢看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作品，并常常从中得到创作灵感。在一次的专辑促销企划中，他将自己的音乐专辑作为礼物寄给吉卜力工作室，并表达了自己对吉卜力动画作品的欣赏与感谢之情。没想到就在寄出专辑后不到10天，他收到了吉卜力工作室制作人铃木敏夫的回信。他在回信中表示，自己被专辑中的音乐深深吸引，而音乐中的凯尔特风格正好与借物少女艾莉缇的故事文化有所关联，因此希望他能接下配乐的任务。而他为动画创作的第一首作品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《艾莉缇之歌》。接下配乐工作后 ，Cécile Colbert 并没有试图重现以往动画作品中的久石让风格，相反的，他选择贯彻自己的音乐协同及创作语言。甚至在配乐期间，他刻意不去看吉卜力工作室的任何电影作品，以确保能够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保留最纯粹也最真实的自己。这份敬业的态度以及不盲从模仿的精神，实在令人动容。音乐也往往是创作者内心世界以及人格特质的反照。这首作品是否也恰如其人一样，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感动呢？为各位带来音乐赏析。一般认为，凯尔特人的祖先是高卢人，是西元前2000年就活跃于欧洲的族群，主要分布在英格兰、爱尔兰、苏格兰等地。凯尔特不仅是英国许多神话故事的发源地，他们也崇尚自然，拥有精灵与巫术文化，认为天地万物以及树木花草都有自己的灵魂存在。他们的宗教领袖叫做德鲁伊，意指橡树的贤者。
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。所以在配点部分，我会建议德鲁伊先点出火系技能，初期多带一些蓝水，之后再点出龙卷风跟元素甲等核心技能。根据 Cecily 的说法，这首《艾莉缇之歌》的内容主要是在描写女主角纯真、好奇而且勇敢的性格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听到这个前奏，第一个看到的画面是好多的植物，也许是在森林里、花园里，或者就如同动画中出现的美丽庭院一样，那里绿意盎然，而且充满各种不同的植物。配合着前奏的律动，好像隐约可以看见一位小矮人，他的动作敏捷利落，在植物之间穿梭自如，同时又要小心不能被人类看到。开头的4个音非常有趣，它不只好听，而且还有鲜明的动作感与画面感。小矮人族之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不能被人类看见，是我们生存的定律。以小矮人的角度来看，这4个连续的8分音符，就像是小矮人迅速奔走的步伐，它带有强烈的前进感。但在下一个小节，他可能突然感觉到人类的存在，所以安静地停了下来。虽然余音还在，但旋律声部的第一拍突然停止，不再发出新的声音。它好像在树叶后方静静的等待，等待人类的远离。到时它会像第2小节的后半部分一样，再次踏出敏捷轻快的步伐。但如果站在人类的视角，前奏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开头的4个音仿佛跟后面的旋律合在一起，构成一座浑然天成的植物迷宫，帮助小矮人们躲藏，不被人类发现。为什么说它像迷宫？因为当我们仔细去聆听的时候，可以发现2件事情。第一件是这段旋律会在第5小节时重复，这时候困在这座植物迷宫里的就是人类的视线。人类好像在前4个小节里隐约看到了什么，但到了第5小节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，因为那只是一片他在第1小节看到的叶子。第2件事情是，开头4个小节的前奏可以永无止境的反复接续下去，听起来非常自然，而且不会有明显的段落感或终止的地方，就像是一座看不到尽头的迷宫一样。在这座迷宫的保护下，人类很难走到迷宫的终点，找出真相，也许永远不会发现小矮人的存在。听完像步伐又像迷宫的前奏后，我们终于可以走出迷宫，开始聆听优美的歌声了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里的高音与低音出现了很美的互动，好像在一问一答，又好像在携手共舞。高音与低音的搭配不仅自然和谐，其中的一组低音甚至是从前奏的一小段音乐动机变化而来。这样的动机变化在第47小节又出现了一次，只不过这次更精彩了，因为它直接爬到主旋律的头上，以高音的形态出现，而维持不变的是熟悉的节奏音型以及依然优美和谐的声音效果。第34小节出现的音乐，可能是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比较熟悉的旋律。
但它其实是另一座迷宫，因为它不断的让乐句的结尾停留在属和弦，使得音乐有一种没有结束的感觉。所以它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前奏一样，很适合永无止境的反复下去。实际上在音乐原作里，这首歌的结尾还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在反复，并在最后搭配音量的渐弱来处理，没有出现结束的终止式，听起来就像这样子。这样的结尾会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，好像也同时在呼应着动画中没有明确结局的剧情。艾莉缇可能是一位值得交心的伴侣，可能是濒临灭绝的弱势族群，甚至可以是一段我们所珍藏的回忆或承袭的梦想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这一座看不到尽头的美丽迷宫里，寻找到值得自己追寻与守护的艾莉缇。我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，想到白居易写的一首非常浅白却很感人的诗，内容是：谁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只在巢中望母归。生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，即使小如虫鱼鸟兽，也一样是值得尊重爱护的完整生命。小矮人族还会刻意避开人类，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小生命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做。愿一切生命能够共存共荣，和谐相处，就像这首《艾莉缇之歌》里所出现的美丽和声。早在许多年前，在频道还没有创设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首美丽的《艾莉缇之歌》。时至今日，想要分享这首曲子的初衷，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稍减，反而在时光的酝酿下，逐渐找到迷宫的出口，创立了今天的频道，也完成了当年分享音乐的梦想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
这4个连续的8分音符，就像是小矮人迅速奔走的步伐，它带有强烈的前进感。老师，那为什么要加装饰音？这样听起来，它好像走得没那么顺畅。因为庭院里树枝比较多，他可能跑到一半跌倒了吧？不能被人类看见是我们生存的定律。在充满绿色植物的庭院里，可想而知，小矮人在行动时一定是穿绿色的服装，利用天然的保护色把自己伪装成树叶。那绿色的服装在动画里面……老师，您可能要再确认一下旁边的图片。我想过年快到了，把自己伪装成红色的灯笼也是不错的选择。